小杨，这是到大理之后找到的一个非常安静的院子，所以咱们让主人给咱们介绍介绍。这个很有意思，这里啊，你看一看啊，这个你可以过来的时候摸一下，对，这条路叫痕迹，痕迹，对，痕迹留下痕迹的痕迹，你可以闻闻手啊，也闻闻手，你闻到了什么？特别香，特别好闻。这个植物叫樱桃鼠尾草，鼠尾草。你等一下，那就是那个斯卡波罗集市，那歌是不是那里唱过头的？对，就是欧洲非常多的，是它的鼠尾草，对，就是那鼠尾草，就是法国、西班牙都特别多的一种植物。对，法国。我说我要找到它呢，我们那儿就没有。我说那鼠尾草还有百里香，百里香大理也很多，还有迷迭香，迷迭香大理也很多。现在鼠尾草有了，咱们接着找。好，等一下。为什么在这个门口看见那个鼠尾草，你那么高兴啊？就不是他有那歌嘛，斯卡布罗集市。我就特别喜欢那歌，然后我就把那歌抄了好几遍，把人家英文也抄了，然后我就说他不是说有的翻译成那4样草嘛，有的翻译成是欧芹，有的翻译成是盐穗。我说盐穗那我家有，然后迷迭香，鼠尾草，这些我没见过，我就一直想就说，我啥时候见这个？你会唱吗？那是英文，我不知道。就唱那调啊。那是哎呀，这些情景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景。我再追问一句啊，假如女儿就不结婚，老大不小的不结婚，假如儿子结了婚说我们不要小孩儿，这些你能忍吗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都有娃了，这个问题我不回答，我不知道。我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。我想一下啊。好像没到那个程度，好像还没到那个接纳的程度。因为这个事情没发生，我不敢说啊，我不敢说我会是啥样的想法，但是我的想法一直是说，我的娃是独立的，他是自主的，我都要求我要有自主的那种思想，什么观念呀，啥东西，那凭什么我娃就不能有自主的思想，自由的那种精神呢？就是我就是一定要给我娃，就是那些自由呢。但是这是个事情，就是你越给他自由啊，他越回家。好像是这样的问题。你是聪明还是学过？我可是学过教育心理学的，这个就是规律。你说对了。如果你拼命的想控制一个人，你拽着人家管人家，你就一定会把他赶走。如果你放开手脚，给人家自由，给人家尊重，人家就一定会向你靠拢。这是教育学和心理学上的规律。你自己是怎么悟到的？他也没悟呀，我就这样呀。那我也不知道，你实践出来的。无意识，那我要有我的家庭体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是，
不仅是正确的家庭理念，我觉得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人生观，人生观和价值观。那你比如说看那毛姆，就是毛姆的那个《月亮与六便士》，我那个是名著，那你看过哈？我就是人家说它是名著，我就说，诶，这毛姆是谁呀？这《月亮与六便士》咋回事啊？老说是名著，那我也跟名著接触一下啊。我看完以后，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。就三观不合一样。我说，那你抛家舍业的，你去画画，你画出来的画，你把你毁了，你然后让大家看你的画，你的画有价值，然后你把你自己给毁了，这我就不接受嘛。然后说这类是我。毛姆的那个里边写的那个画家高更，你不接受他，是因为他为了追求所谓的自己的艺术理想，他抛家舍业。对不起老婆，对不起孩子，毁掉家庭，最终毁掉自己。你觉得这样的态度你不接受是吗？不接受。追求理想啊，人人都在寻找地上的六便士，我却抬头看见了月亮，这多高尚啊！追求理想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有时候人人都说那样好，那你偏说那样不行。我也不讲说是原因呀啥的，反正我就是不赞成。没有理由，我就是我的想法。你说不能牺牲家庭，不能牺牲孩子，也不能毁了自己。对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能追求理想，还能抬头看月亮吗？我要二者兼顾。六便士和月亮都要。都要。我都要，我觉得能够可以兼顾的，完全可以兼顾。反正就是有些大道理，我自己有时候也犯迷糊啊，搞不清楚。我这个犯迷糊，它的正确答案在哪里呢？或者说是，1个月以后我看了另外一本书，然后我找到答案了，或者说1年以后我经历的一件事情，我找到答案了，甚至说10年以后、20年以后，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事情，这是20年以后，然后20年以后我的事，我找到了一部分答案，我就觉得我活好了。什么结果？我觉得结果是个伪命题。世上没有结果那一说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过程。就西西弗的那个石头，西西弗斯的石头，就那石头。阿尔贝加缪，加缪，我管它叫加缪，无所谓了，都是音译。你管它叫什么？不是，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说他好像不是有点老花眼嘛，我以为是加料，加料就加料，然后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嘛。不是，你最早是从哪儿看见的他的东西？我的微信上他有个订阅号，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就给我推了一个，推了就是那些尼采呀，叔本华呀，我还以为叔本华是中国人呢。那次我故意问小莲，我说小莲，你知道叔本华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？他说是这个名字，那得是香港人。你以为他是一个叫阿华的？然后我不知道他是外国人嘛，然后我就故意问他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说是那肯定是中国人嘛。然后我查了一下，人家是亚瑟叔本华，他前面还不是有亚瑟嘛？他是亚瑟后边是叔本华。我才知道他是外国人啊。就这些，还有那个黑塞。赫尔曼·黑塞赫尔曼·黑塞。哎呀，你眼契诃夫。好吧，你说的都是最好的作家。还有那陀思妥耶夫斯基。陀耶夫，俄国的。罪罚的那个，我的那俄国人的那名字都把人都搞糊涂了，就这些东西。大部分人也没有读过这些原著。
能读加缪的人是非常少的，因为加缪他严格的说他不是小说家，其实他是个哲学家。我就看他的那个说的话嘛，我就说是这人是个哲学家，我自己就给他下定义，我直接就给他下定义，我说这人是个哲学家，为啥呢？因为他订阅号给我推的时候，他推了2段话嘛，哎，我说是这个加缪，我一定要得认得他，我说我这些年就是想说的那个话，我用自己的语言把它没组织好，就比如说咱们当初说的那个说，我说的那个麻木呀，我情愿痛苦，不要麻木。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见过，只要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很满足。我情愿痛苦，不要麻木。我说那么你随口说的这句话，你随口说的这句话，20年来成为网络流行的名言。我忘了，我不知道我说那么多，我就记着，我就说是痛苦麻木这2个概念嘛。2被加掉的那个，我又加掉加缪，就是加缪的那个，他说的一段话啊，我会一直读诗，我会一直读书，一直痛苦，一直爱着。你念吧，你念吧，你自己做了笔记是吧？这，我一直爱着和。就是这个。只要我一直读书，我就能够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，一直与自己的无知、偏见、阴暗、狭隘猜招。很多人说和自己握手言和，我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，会一直读书，一直痛苦，一直爱着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。我觉得这才是我要说的话。我都恨自己，我说我没本事说出这么，我只会说哎痛苦啊麻木，但是这个是我真正要说的话。我这些年，我觉得我就是见招拆招，一直拿石头打磨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，我会一直读书。我这些年就是这样做的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一直爱着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。用石头磨石头可是很疼的，我不怕，真的我不怕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人这段话就是我要说的。从来我心里有一个人，他费尽力气，就是不想成为什么人。所以说是这些年就说，如果说要把自己定义一下，我觉得我无法定义我自己，我就不想成为什么人，我就是费尽力气，我就是费尽力气，就是不想成为什么人，我就是我自己。还有一个，没在这儿，维尔西宁，维尔西宁说了2段话。维尔西宁是一个上校军官，他剧里头的呢，那名字我搞不清楚。不管你念。看，维尔西宁说啥呢？维尔西宁说，在舞台上走来走去，然后说，维尔西宁说，我常常想，要是重新开始生活，而且是自觉的生活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但愿头一次的已经过完的生活是所谓的草稿，而第2次的生活则是誊青稿。到那时候，我们每个人，我想都会首先极力不重过老一辈的生活，至少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环境，安排的像这样的住处。你听啊，有花，有大量的阳光。他最后说有花有大量的阳光，
哦，我说这对着呢，这说的是我想要的那种。还有洱海呢，还有苍生呢，还有鼠尾草呢，还有百里香呢，迷迭香呢，就是还有竹子呢。云南的菜市场和花市都特别让人兴奋，又新鲜又丰富，关键是充满了我们内地没见过的东西。我考考你，小燕儿，你认识这是什么吗？这啥东西？啊，有刺儿啊，有刺儿。参果，人参果啊？配参果。它咋能长那样？待会儿临走的时候都买，咱所有没吃过的水果每样咱们都买一个尝尝。这四八节还能吃？能吃。他那么喜欢花，给他买玫瑰花酱好不好？你看鲜花，花，哎呦，把他喜欢死了。花，真好看。你盘算吧，一会儿咱们要哪个花？我信，那我都要。莲子是不是这里？莲子，这不就是莲子吗？你把这扒开就是莲子吗？这就是莲子。待会儿扒下来吃吧。还能吃？他意思说1斤多少钱？什么100几的，菌子都是贵的。一斤100几，因为这个是最香的。它再香也不能100几。但是它野生的量其实很小，而且1年中可能就这么1、2个月有。那么贵谁吃呢？我就觉得太贵了。你少买一件。云南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，无论如何要吃一次菌子，他就讲究每年到这个季节要吃。那你吃这个做出来真的是鸡的味道。你再鸡的味道你也太贵了。反正刘老师不接受，一个菜卖100多块钱。加个小的吧。我那个加不了，这个我不找他钱，我是这个小，这个小。那个好几十块。你加一个小的吧。拜拜。那你们俩先再逛逛，我先回去准备了。你要做饭去是吗？对，我准备一下原材料啊啥的。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一会儿见。谢谢。要不要买一个饼子吃？葱油饼啊。哦，我们要一个现烙的吧，锅里现烙出来的。翻锅以后再等多长时间？豌豆粉做的糊糊，然后蘸油条吃。你再吃着，我吃不动了。你继续。我是想留着点地儿，待会儿吃安小庆炒的菌子。但是我现在想把它吃完。再吃一块，再吃一块，快，再吃一块。看来很喜欢吃这个稀豆粉呀。看来这个比这个还好吃，是不是？比饵丝还好吃。我们那的饺团啊，就说谁爱吃饺团，就是把你越吃越燃。燃就是黏糊的意思是吗？就笨的意思是吗？这个是像饺团儿，感觉像饺团吗？可能这把我就吃燃了，吃糊涂了。叔叔，
我摘了点你的薄荷，我去做菜。多摘一点。好。来喽！啊！你们突然就走了，突然又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厨娘，然后你们俩去坐在那个地毯我待会儿还得那个什么，洗水果、切水果。我们把没吃过的水果每样买了1、2个。好的。嚯，这么大花瓶！对，这个摘菜我可以的，不管你们了，我吃个无花果。真的，这还不够我发剥蒜挥的呢，不用。剥蒜也可以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来找你。尝一个新鲜嫩莲子，不舍得吃某人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看一下，这上头这个多，这个多，这上头多，你扒一个，先别吃吧。吃一个，你吃一个新鲜的。你平常吃的都是干的，你尝尝青莲子什么样？我不会弄。香吧？其实你就是下不了，下不了狠手。你看着特心疼吧？觉得都让我给扒坏了。就吃这个。不是说莲子是苦的吗？咋不苦呢？切开就是这种跟小星星似的，拿一块尝尝，这就是杨桃，杨桃，杨桃，热带南方的热带水果。几个角？1、2、3、5个角。你真是细心。你说我吃那么多年杨桃，我也不知道它几个角，没数过，拿起来就吃。那你们俩来炖菜吧，哎呀，我就喜欢大厨房。是吧？你们拿汤，我们俩拿水，咱们先假装碰一下，我们多不容易啊，在大理碰上啊。行，碰汤吧。谢谢安小庆。谢谢你们俩。哎，你是北师大吧？对，北师大中文系对吧？哎，你怎么选了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啊？就觉得那个文学史啊那些好像也不是很难。那我觉得我就想弄一些抽象思辨的，我觉得可能跟性格有关吧。觉得好像理论的锋芒特别的酷，然后解释力很强，然后它可以穿透一些东西，不被时间和时代所限制。我就特别被这个吸引。但是那时候学习的都是理论，还有2手的、3手的那些东西，所以当时在学校里面特没劲，我不喜欢那种氛围，就特别想知道真实的世界和社会是怎么回事儿，就想做记者。对，你就非要知道真实的社会什么样，一手生活，真实社会的统治。小样儿，你觉得你就他的这种生活方式，比如从挺好的一个杂志社辞了职，跑到山里头，说是写书，反正就是书也没看见，每天就这样，说是做饭，葱姜蒜也没有，总之就是这种生活方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也不要孩子，不要孩子，这个我有孩子，那个猫猫是我的儿子，我都说他是我儿子。这个不接受，其他的我都可以。其他你都觉得挺好。不要让猫叫我奶奶。只要我自己愿意。我生活方式，他的选择住哪里啥的，这些都是可以随自己的心愿的。就是他说不生孩子，我不接受。其他的我都接受。我接受你的不接受。哎，你说你特别想跳舞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个更不好意思了。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个是啥时候猛然有这个想法？半边天的那个有个女的，你采访人家嘛？人家在她在，当时她好像就是门口有一个桌子，那女的咋坐到桌子上去讲话啊？她在她家桌子上就给你讲嘛，就是说。我可以这样啊，咋样用啊，就是舞蹈来，这来表达我自己咋回事再来说嘛。我怀疑他说的是北京现代舞团的高艳金子。我咋就是被这个坐桌子上跳舞的一个女人给带走了呢？然后我就
就后来就一直想，我就想那样表达我自己。但有人说，哎呀，写文章呀，哎，你写呀，你说呀，我就觉得我最终我是想用，我就想跟那女人一样表达我自己，我想咋巧就咋巧，就那种，就那种，就非常就反正渴望，就是渴望那种感觉。但是现在我有个疑问，就是我这么就是想那样用舞蹈去表达自己的一个人。为什么我说身体是僵硬的？我们生活老师就是他学校有活动嘛，生活老师也去给我去表演节目，我们跳的是甩葱，我就看前边所有的人都跳得好好的，就我的动作给错了，我就坐在那就不知道手给咋弄了。我给谁说来说是他说是，哎，你没有艺术细胞，你那就跳不了。我就想，那是不是我没有艺术细胞呢？艺术细胞长哪儿？我就说呢，我说我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，咋就老想用舞蹈去表达自己，就这样。身体表达自己本来就是人类的本能，不用长艺术细胞。你现在种的有，山茶花、玫瑰花、百合花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小金桔，小金桔，还有石榴树，还有金香、绣球，这也太舒服了。睡着了。小燕是看过那个宫崎骏的电影是吗？就是女儿那次卡尔的移动城堡，哈尔的移动城堡。哈尔的移动城堡。所以今天让你看一个宫崎骏更有代表性的作品《千与千寻》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特地找了一个露天的院子，因为这个季节晚上是大理最舒服的时候，看一场露天电影啊，太好了。往这走。妈妈，爸爸。看出来这不是人间了吧？他们钻到了一个鬼域里面。千寻原来是这娃的名字，对，就是他，小孩的名字。对，小孩跟着爸爸妈妈。千是啥意思？他说千与千寻。哦，你问的好，我忘了。茶馆楼层到了。不能让他们闻到你的味道，不然火树消失，店里的人就会发觉我们了。绣球。哦，你永远先看见花儿，季兆安，他所有的反应都是花儿，绣球。什么都不要想。千与千寻，千寻是他本名。从今以后千你就叫小千。小千，这个汤知道了吗小婆婆在这个千鬼魅的世界里，汤婆婆给他知起名道了就回答我叫千，哦是一个人的两重人格吧，两个身份。是那意思。你就说是。千寻，千寻是我的名字。汤婆婆会夺走别人的名字，然后支配它。你把名字好好藏起来，像我的就已经被夺走了。名字一旦被夺走，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到现在都想不起自己的名字。哭出来就好。来，还有哦。结束啦，同志们，结束了。
看片子记起来了，就是她在那个魔法世界里被那个汤婆婆叫千，但她本人的真实的名字叫千寻。然后最后那个钱婆婆告诫她嘛说，一定要记住你自己的名字，要珍惜你自己的名字。你在想什么？他说把自己找寻，最后面歌的最后一句是不是说把自己找寻？就是把自己找寻。你看他最后那歌也那么唱吗？就说人嘛，莫名其妙的生，莫名其妙的死，人类总是在不断的犯错，但他依然还想找寻光明，就是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。那无脸男最后把吃的东西都吐了。对，好几个角色都吐了，他都把吃的东西都吐了，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贪婪嘛。你看每次吐出来，那个就得救了。那个河神也是把那堆东西吐出来，他就恢复了原样，他就好了。无脸男把东西都吐出来，无脸男就也可以做一个有感情的人了，就把你贪占的都吐了，你就回归本心了，你就像个人的样子了。他找到自己就会很轻松，就会爱了那种。后来咱们经常聊起一个词叫分身，老说我就是刘小样，我二姨就是刘小样，太多了，我妈就是刘小样，然后我记得还有男的说，好多男的说我是男的，对，我是湖南的刘小样，我是甘肃的，然后男的都是我遇到过。你能说说，你看见的刘小样的分身们，他们是什么样？我觉得他们都挺像杂草的，就是我虽然在一个系统里面，虽然有很多的外在力量想要修剪我，但是我怎么样也能辗转腾挪，避开极简刀，就是在我的小环境里面，我尽量的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，然后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。我哥哥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反叛者吧，他从北京上大学之后被我爸妈就拽回到体系里面就当公务员。哦，你们家也是那种？对，但是他始终还是对自己诚实，我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我不愿意说的话，我不做。然后我像个疯子一样，在那个黄土地的林子里面修了一个游泳池，就是海拔可能3000米，然后能遥遥的看到西昌的青山机场。我就不懂他那个游泳池修到那儿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就是一个这种湛蓝的游泳池，长长的这么长吧。然后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他的内心的一个外化，就是即使在这个梁山的山上，怎么着我就是要修个游泳池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就是做我自己，就是我不甘心，你凭什么这样？我就不，即使在那么多有限的条件里面，我尽可能的保持我生命的主动权，这个是我对我有限生命和死亡必然到来之前，我对我自己的尊重。说到这个担心啊，要找出路。咱们请来的2个化妆师是一个欧莱雅做的一个公益项目培训班毕业的，他们找那种农村的女孩子，尤其是生活贫困的乡村单亲妈妈，给他们做美妆的培训，用这个自食其力谋生嘛。而且化妆的这个时间呢，不耽误带娃，能错得开，你不用朝9晚5。一个小小的化妆箱，用一支口红，点亮这些乡村妈妈的梦想吧。她已经培训了10年了，培训了超过1万个人了，据说80%以上都已经可以靠这个专业生存，就是正经八百的化妆师了。我老是想，你说我干了一辈子主持人，我采访过几千人，优秀的真的很多，谈得好的也有很多，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的人最终记住了个刘小样。22年前，他跟我说，他向往文化，他向往书。22年后，他跟我说，我以地里活干得那么好，自豪。我觉得这2件事都足够让我尊敬。他修炼得很完整，他很茁壮。茁壮。对你说的这个词特别对。不光是人到中年有点胖了，是精神越来越茁壮了。对。你提到，你说，其实不必急着要什么结果，人生就是个过程，就像西西弗的石头。他讲那个西西弗，因为得罪了众神，众神罚他从山脚下把一个大石头要拼全力推到山顶上，只要你一推到那儿，那石头就会掉下来，然后你又得跑到山脚下把那石头给推到山顶上，你一松手它就又掉下来。西西弗这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，拼命的推上去之后再掉下来，然后重新推。这个是加缪在表达他对人类命运态度的哲学看法。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推石头的故事，这个神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大家都在推石头，我当时就是这有啥哲学的？大家都在推石头吗？那我也在推石头吗？看了那个史铁生的那个日常生命观嘛，然后我也非常赞同史铁生他的那个关键，他那些神呀，嫁给西西弗的那些困难嘛，那就说你可以去蔑视他，我推我的石头，但是我蔑视你，你嫁给我的这些困苦，我是蔑视的态度，但是我还要推石头。加缪写那个西西弗说他的腿扎根在大地上，就像柱子一样有力。他的脸紧贴着石头吗？他的脸紧贴着石头，紧贴着石头。对，他浑身肌肉紧绷对，用尽全力把石头推上去，就是你对命运做出的所有的努力，你用尽全力的活着，就是面对命运，我们还是要充满了热望、激情，这样反抗它。我就是这意思。所以说，推石头就推石头嘛，这有啥呢？掉下去就掉下去嘛，就掉下去掉下去，我又把你给弄上来。我也不是说是跟你作对呢，我觉得就这样呀，这有谁说不上谁是胜利者。哪有？哪有彩虹？这哦，真的耶！出彩虹了！有，这还有太阳，这还有太阳，这还有彩虹，哎呀，这真好，真好。我觉得我此刻就是，我不辜负这洱海，我也不辜负这彩虹。他今天，他那船能装满不？不知道，看他们的运气和鱼的运气。小样儿，这个女孩是你老乡，
我是陕西榆林的，有点口音。你是哪年参加的这个美妆项目？22年的时候参加的。嗯，我现在在我们那边，一个化妆学校里面当老师。刘洋，你哪儿人呀？我是河北唐山的。唐山的。彩妆班毕业之后，我就给我们培训那个老师，我们合开了店儿。现在慢慢我们发展成1000平的那个礼服馆了，出租礼服业，有婚纱店。参加这个培训之前，我就是大学毕业没有工作，就直接结婚生孩子了。原来是在我妈那儿借住，现在就是自己顶起一片天吧。然后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来源也都在我这儿。刚开始做得用很多化妆品，这个东西也挺贵的，全部都是免费。对，欧莱雅这些工具都是他们免费给我们提供的。特别好。那挺好的。要不然光买这个也不少钱呢。是。